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，还来得及上车吗？小美，你最近怎么了？看起来有点闷闷不乐。大明，我发现你最近精神很好啊。是吗？可能是因为我学了新东西吧。看你每天开开心心的，我就感觉自己好像有点脱节了。脱节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看到大家都在玩一个新游戏，或者都在聊一些热门话题，我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。哦，你是不是感觉没赶上车？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？比如，你看到身边的人，他们突然都在做一件事，你很想加入，却又有点犹豫。心里就会想，还来得及上车吗？这个上车可不是真的坐公交，它指的是加入一个潮流，或者开始一个新事物。比如学一门新语言，或者尝试一种新的运动。我朋友们都去学跳舞了。你也很想去试试看，是吗？是啊，但是我从来没跳过。担心自己学不好，会跟不上。感觉他们都跳得很好了。我现在才开始，会不会太晚了？这种担心很多人都有，我以前也遇到过好几次。比如学做饭，大家都在讨论各种复杂的菜名和做法。我只会煮面，就觉得好难。感觉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。我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心态，叫做错失恐惧症，对吧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尤其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这种感觉常常会出现。比如一个流行语突然火了，大家都在用，你却不知道，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老了。没错，跟年轻人的距离远了。其实这跟年龄没太大关系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障碍。害怕自己不合群或者落后。但上车真的有截止日期吗？有些事情可能确实是这样，但有些事情也许不是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判断呢？下次我们再来好好聊聊吧。看来这个话题很深。是啊，真的值得我们思考。我在想，如果是一个潮流，比如限时抢购的东西，那可能确实有截止日期，抢不到就没了，很遗憾。但如果是学习一项技能，像书法或者画画那种吗？对，你觉得它有期限吗？好像就没有那么严格了。我有个朋友，他最近迷上陶艺。哇塞，听起来很有趣啊。他说开始时觉得太晚了，因为好多人从小就学。但他现在做得非常好呢。看来上车随时可以。关键是自己是不是真心喜欢。那语言学习呢，小美？我觉得情况也差不多吧。有些人会说越早越好。但我身边有例子告诉我。哦，什么例子？快说说。我认识一位阿姨，60岁。哇
60岁才开始学中文。对，他现在能流利对话呢。太棒了，真的太励志了。所以，所谓的时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开始并坚持下去。这也是一种大器晚成吧。你说的对，这种例子不少。很多人都因为害怕开始，觉得别人已经跑得很远了。但人生不是一场100米赛跑，更多的是一场马拉松呢。哎，说到这里，我想问你个，什么问题？你说吧。你觉得什么才算真正的经典？哇，这个问题问得好深奥。是啊，比如一本书或一首歌。我觉得是那些能经得起时间。对，不受潮流影响的。即使过了很多年也还有用。对，就像传统文化里的东西。像我们说的恭喜发财，几百年了，大家还在用呢。说到这个，下次我们可以聊聊。聊聊那些看似过时却有力量的，还有那些我们不经意错过的，却最终影响我们很深的事情。感觉这个话题还能深挖。越聊越觉得有很多思考。是啊，今天真是收获满满。下次再接着这个点展开。对了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又卡壳了？哈，不是。我常想，人生的车有很多趟。对啊，就像不同的选择和机会。那你觉得错过了某趟车，真的就完了吗？肯定不是，但很多人心里会很焦虑。就是那种怕来不及的感觉。我有个朋友，30岁才开始学画画。哇，那算是起步比较晚的吧？他总觉得别人都画得很好，自己追不上。典型的来不及上车心态。但他就是喜欢，每天坚持练习。后来呢？现在画得怎么样了？现在他靠画画兼职，还挺受欢迎的。哇，这简直是亡羊补牢的典范啊！对，虽然晚了点，但行动就不晚。这句话用得真好，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我觉得关键是认清那辆车是不是适合自己。哈哈，而不是盲目的跟着跑。没错，就像我高中时，大家都去学吉他。哦，你当时也学了吉他吗？学了，但发现自己根本不喜欢。那算是坐错车了，哈哈。可不是嘛，浪费时间，还很痛苦。你觉得这种情况里，上车指什么呢？我觉得是随大流，没有思考过自己。所以，上对车比早点上车更重要。完全同意。你知道在中国文化里有个词叫审时度势吗？听过，是不是要看清情况再做决定？对，他强调观察时机和形势，然后选择行动。这跟我们说的还来得及上车吗很相关。并不是所有车都要上，有些车是陷阱。哇，说得好深刻啊，有点哲学味道了。哈哈，不过是生活的小感悟罢了。我还想起一个朋友，他总说自己不爱折腾。不爱折腾，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不喜欢改变，习惯了就不想动。这种人也挺多的，害怕新的挑战。他错过了很多机会，因为他觉得太麻烦。比如呢？具体是什么样的机会？比如一次出国工作机会，他觉得办签证太麻烦。哎呀，这有点可惜啊，可能真的是一辆好车。对，他当时犹豫了很久，最终还是没去。我觉得这种上车就需要一点勇气和魄力。是啊，不光是看准时机，还要敢于抓住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有些车错过了就真的没了。但有些时候，它又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。真是个复杂的问题，像个多岔路口。没错，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一个更复杂的情况。哦，那下次我们再深入聊聊那些拐弯的车吧。哈哈，没错，就是那些拐弯的。听起来就让人有点头疼了。是啊，比如你已经准备好上车，结果它方向突然变了，是吗？对，他说要向东，你买了票，然后他突然改成向西了，怎么办？哇，那真是措手不及，太难了。我有朋友遇到过类似的事儿。哦，快讲讲，发生了什么？他当时拿到一个大公司 offer， 很高兴吧，算是搭上了好车。是啊，可是公司部门突然调整。也就是说，职位变了方向吗？不止方向，连地点都变了呢。哎呀，这不就成了半路改道？对，从北京变成了南方小城市。哇塞，这变化也太大了点吧！他当时真是犹豫，差点放弃了。这种时候真的需要随机应变。没错，这在中文里很重要。是指根据情况灵活调整吗？对，不像有些人一根筋到底。哈哈，一根筋就是很固执吧？差不多，不懂得变通的意思。很多中国人做事都挺灵活的。是的，尤其是在机会面前。那么，面对这种突然拐弯的机会，你会选择下车，还是继续做呢？我觉得要看拐的程度和方向。哈哈，你的条件还挺多的。当然，这可是人生大事呀。确实，有时塞翁失马也挺好。哇，你的意思是因祸得福？对，表面上看是坏事，结果是好事。这句古语真的很有哲理呢。像我一个朋友，大学没考上。哦，他后来是去了哪里呢？他选择了另外一个专业和城市。哇，这真是人生大转弯啊！结果发现那个专业更适合他。原来那才是他真正的好车。没错，这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哇，又学到一句，好美啊！说的是绝望时出现新的希望。太棒了，所以拐弯不总是坏事。只要你敢于看清和抓住新的方向。关键是要有重新审视的勇气。不过，还有一种车更让人头疼。哦，比拐弯还复杂吗？是那种看起来是好车，其实不然。要怎么分辨呢？听起来好难。对，就是一种假性机会。假性机会，具体指什么呢？
有些人追逐热门，盲目跟风。哦，像是大家一窝蜂都去学的。对，看到别人成功就想模仿。但不一定适合自己，是吗？没错，就像东施效颦的故事。哇，又是一个典故，好贴切。只盲目模仿，反而弄巧成拙。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朋友呢。后来呢？他们怎么样了？有个朋友跟风学了编程。编程那时候挺火的。结果发现自己对数字没兴趣。哎呀，那真是太尴尬了。最后还是回到了设计老本行。所以这好车是看起来美，内里却不适合自己，好深刻。对，就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哇，又一个生动的表达。比喻外表光鲜，内里却很差。这句话在日常中也常用到吗？经常用，尤其形容表里不一。明白了，那可得擦亮眼睛。毕竟机会成本也很重要。机会成本，具体指的是什么？选择了就放弃了必可能带来的。哦，这让我想起一个文化现象。快讲讲是什么现象？中国人特别喜欢求稳。稳定意味着安全感。对，所以很多人不愿换车。即使那辆车开起来不太顺畅。怕新的车风险更大，是吗？是的，有句话叫一招鲜，吃遍天。哇，这句也好有意思。说明只要精通一项，便可安身立命。所以上车前要看清。看清这辆车是不是真的适合，而不是只看它表面有多华丽。说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一个。哦，更复杂的情况吗？是关于赶不上车的焦虑。哎呀，那可真是个难题。尤其是看到别人都顺利上车了。是啊，那种感觉太煎熬了。让人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。那在这种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嘛，我们下次再聊深一点。是啊，不光是焦虑，还有迷茫感。真的会担心自己选错了方向。我觉得这个时候首先要放慢。对，深呼吸，不要太着急了。停下来，看看周围不一样的风景。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意外发现。重新评估一下我们自己内心。自己的最初选择是什么目的？还有最真实的那些需求到底。不要轻易被别人左右影响。找到最适合我们自己的节奏。哪怕那辆所谓的车很慢。只要确定方向是对的就好。慢一点点也真的没关系的。就像我们学习语言一样啊。坚持下去比速度更加重要。不断的积累，总会慢慢进步。听起来真是特别有道理的。别总想着要一次性就到位。罗马可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。重要的是每天都有小收获。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成长。那也都是很了不起的进步。积少成多，水滴也能石穿。这样就不会那么焦虑不安了。感觉现在心里踏实了许多。
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步调。享受学习的过程，享受生活。对，找到乐趣真的太重要了。即使那班车已经开走了，也可能说明它根本不属于你。说不定下一站的风景更美，还有更好的选择在等着呢。哇，你这么一说之后啊，心情是不是好得多了很多？是啊，顿时感觉豁然开朗。别为没上车而感到沮丧了。为自己的独特选择而骄傲。对，请相信自己的判断力。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路线。小美，今天真是聊得很开心。是啊，对上车有了新理解。重要的是看清自己和目标。那么屏幕前的你会怎么选？你是会选择耐心等待时机，还是会勇敢地踏上新旅程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哦。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和感受。既然说到了人生这个旅程，那我们下次就来聊聊吧。面对旅途中的那些意外，我们又该如何去应对呢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。